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啊。那么今天咱们开始之前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有充电约稿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私信我啊，说一下，然后留言说一下你的品种，因为评论区留言有时候难免害怕有遗漏啊，没看见。这之前也是出现过这种情况。那么约稿的品种我也会第一时间公布在咱们社群里面，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群里直接问我啊，这样也更方便解答。同时，由于审核的限制，咱们 B 站上只会挑选一些放在 B 站上去公布。那么更多的视频还是放在咱们的社群会员群里面。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 QQ 获取这个会员的权益以及会员的资格。那好，接下来我们步入正题。今天要说的这个第一个品种是来自于港股的金山软件，也是咱们的一个会员约稿。那么其实咱们当时在6月13号的时候，在视频里已经大致的已经说过了。那么今天时隔20天之后，我们再次来跟踪一下整体的一个金山软件的它一个走势以及后期的机会。其实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次的观点延续到现在的话，目前是没有太多的改变，因为当前这个金山软件在日线级别当中它出现了一些分歧，导致了就是看涨和看跌的预期是同时存在的。那么看涨看跌的预期虽然有分歧，但是我们也是能从关键的点位当中找到它的一个这样一个多空节点。所谓的多空节点就是在这个位置之上我偏向于哪一种选择，在这个位置之下我偏向另外一种选择。下来我们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和原理，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金山软件的这只港股。首先我们还是从最大的周期月线图看起整体的走势它是出现了一个五浪推动形态。五浪推动形态也代表着这个上涨五浪全部结束了，从08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21年的2月份，整体的运行时间是将近13年的一个时间。那之后呢，在这个高点历史的高点出现之后，历史的高点是在 79.50 出现之后呢，市场是迎来了一波中期的回撤调整。这里首先我们先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此次回撤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可以看到此次的回调已经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当然在盘中的话它也是出现了刺穿，但是经过2次震荡筑底再次测试之后，市场也是迎来了向上的一个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当前整体的走势那就存在以下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此处的反弹它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三波走势。那常规来说的话，那这个三波形态结束之后市场会再次迎来这个向下的调整，并且这个调整可能相对的来说的话，它的幅度会比较深，是针对前期这个三波反弹整体的一个修正。另外一种走势就是延续之前的这个三波反弹走势，它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可以认为这里先假设它是一个 A， 二次探底这里是一个 B， 再次上涨它可能是一个 C。 好，看到这里我们就需要将时间继续调整到这个周线图来看一下次级别的一个内部走势。因为之前在这个 A 浪的上涨当中预期它是走了一个五波的一个引导楔形，那么就导致了后期整体看反弹的话，我首先会考虑一个535的趋势型。 B 浪走势它是一个三波形态，然后再次向上反弹，它应该和 A 浪的结构大差不差，也是出现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正常来说，这个 C 浪3结束之后，这个 C 浪4调整，它的回落力度是比较充分的，达到了 50% 的位置。那么应该说就此从 31.65 开始，就应该是它最后一个 C 浪5上涨的一个短期拐点，这是目前所说的第一种预期。通过这种预期，那么我们就要找到它的一个相对近期的一个支撑区域在哪里。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咱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那如果要按照乐观的预期，认为这个 C 浪最终会演变出五波形态C1、C2、C3、C4、C5。
那通过上述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 C4 应该是结束了，后期上涨的这波走势应该是处于 C5 的一个初期，也可以说是处于 C5 当中的一个次级别的一个2次回撤的这样一个走势。那这里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天图，天图的短期走势，日线图来看的话，它是出现了一个2次探底走势，而且在昨天也是出现了一根比较的阴线，直接从这个相对的高位 41.50 跌到了 36.5， 但是并没有跌破下方的一个短期节点，这个节点是位于左侧的这个回撤低点34.6块到黄金分割 0.764 这个位置，这是日线支撑 34.60 到 34.20， 这是它的一个关键节点。那通过这个关键节点，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另外一点，就是此处存在一个头肩底的预期，头肩底的预期在这里。那走势可以看作这是一个下跌调整第一波反弹的一个左肩，再下跌的一个头部，这是右肩。目前说白了就是在这个右肩的构筑当中，如果后期预期往上走的话，那它应该是这样一个形态，整体走势会是出现这样一个形态，这就是所谓的头肩底。下方的这一根红色平行线，这是它的肩线的位置，上方这个红色平行线 42.60 是它的颈线的位置。那通过这种形态以及黄金分割的划分，如果后期看涨的话，包括它的多空节点也是位于下方这一线的位置，那么我们只能等待它的价格回落到这个位置去考虑看涨做多。极端的情况下，那就说回落不到位，那么我们只能等待上方突破 42.60， 日线收盘价在这之上考虑看涨做多，看 C5 的新高会突破之前 C3 的高点 47.40， 这是目前第一种比较乐观的预期。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预期。为什么会出现第二种预期？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 C4 当中。如果说是之前的 C4 走势它仅仅调整出现了一个三波形态，比如说这是其中的子浪 A、子浪 B、子浪 C， 在此处结束，那么后期整体向上运行，那么更大概率它是出现这个刚才所说的第一种预期 C5。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变化，它向下出现了一个引导楔形，出现引导楔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短期的回撤调整形态它发生了改变，它不仅仅是一个调整，也说明这个调整它会从一个小级别的调整演变为更大周期的一个回撤回落。这就是因为引导的出现导致了后期我不能很坚定的去看涨的原因之一。那如果按照这种预期来走势划分的话，那前面上整体的上这个反弹三波形态它就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这个改变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之前的这三波走势它要合并了，合并为更大周期的 A 浪或 W 浪。然后当前向下这个调整呢，那么可能就是B 浪或者是 X 浪的一个开始。那它整体的走势预期就是这样子一个运行状态，后期会跌得比较深运行到大概这个黄金分割我们要重新拉一下后期会跌得比较深，可能会靠近整波的反弹的764的位置，也就是 24.50 附近 24.50。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日线支撑 34.60 到 34.20 这一线的位置就是一个多空节点，因为此处之上，如果它在这之上出现日线底分型十字星收复了之前的这几天的一个跌幅，那么整体还是往上看 C5。 但是此处一旦跌破不管你持有的什么价格的仓位，我个人认为最好先离场观望一下，因为从 34.60 往下跌到 24.50， 可以看到还有大致10港币的一个下跌空间幅度是非常大的，将近 30% 多，所以没有必要拿着我们的仓位这个浮亏去硬扛。那整体的结构如果按照更为悲观的走势去运行的话，那这里它就是回落这个黑色段，它就会运行这个三波的一个 B 浪或者是一个 X 浪。那后期我们只有等到 24.55 附近50附近，看能否出现这个底分型或十字星届时才是
具备这个参与后期波段看涨的一个机会。那么后期整体向上，它可能整体走势要么就是出现一个三波形态啊，这就是一个外浪。如果不是这种形态，而是比较强势的发展出5波，那它就是一个 C 浪。C 在这里停住就是 X 啊，停住 X 就可以看到它整体是一个双重三浪，整体是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大结构。如果发展出5波的话，那就是整体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平台型整理，335的一个平台型整理。那后期整体向上的目标可能说是平台型向上的目标更远一些，这是长期的一个走势。那么中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周线图。那么近期唯一能参考的位置就是 34.60 到 34.20 这里出现日线底分型十字星，才有可能会形成最后一个 C5 的走势啊。可能当前只是完成了 C5 当中的子浪1，目前的回撤是处于一个子浪2的一个性质，后期会有一个子浪3、子浪4或者子浪5，整体走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往上看。所以以现在价格 36.37 来说的话，距离下方的支撑这个多空节点 34.60 到 34.20 还有一定的空间，建议暂时再等一等，只有靠近这种支撑带才是有效的一个进场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要将自己的防守放置在支撑带以下，防止这种因为数据原因、政策面原因造成的这种刺破、短期刺穿。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第一支咱们关于港股金山软件的再次更新。那这里也是分享了2种不同的观点，后期重点关注的就是日线支撑 34.60 到 34.20， 这是多空的节点，决定了后期它到底是往上运行还是要展开中长期的再次回撤调整。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